大家好，欢迎回到阿玲的新加坡，我是阿玲。今天这期我们来聊聊2025年底即将在新加坡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真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诈骗金额超10万新币，主犯将直接判6到24下鞭刑，连胁从都逃不了。还有65岁以上年长者的就业补贴再升级，每年雇佣一个全职员工，企业直接补贴3000新币。这些政策到底有什么细节？他们对生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说说反诈骗鞭刑。诈骗问题这几年在新加坡真的非常严重。2024年一年就发生了 2.3 万起诈骗案件，总损失高达11亿新币。你知道吗？每起案件的平均损失高达 4.7 万新币，这可是很多家庭好几年甚至10几年的积蓄。因此，政府决定推出这项重磅政策。如果诈骗金额超过10万新币，主犯将被判处6到24下鞭刑。胁从比如借出 SingPass 账户或贩卖假电话卡的人，也免不了3到12下鞭刑，还可能附加罚金或监禁。政府的目标是通过重刑震慑与严控源头，预计到2026年，诈骗案件的数量将减少 30% 到 40%。 不过，你怎么看这样的法律呢？觉得它是否必要？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接着来说年长就业津贴的新变化。目前已有 1.2 万家企业受益于年长就业津贴，共帮助了5万名60岁以上员工再就业，但65岁以上的全职岗位却仍然不足。很多企业担心这个年龄段的员工身体状况和工作效率会影响公司运营，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决定扩大补贴的覆盖范围，并延长至2027年。从2025年起，雇主每雇佣一名65岁以上的全职员工，每年即可领取3000新币补贴。举个例子，如果公司雇了5名65岁以上全职员工，政府每年补贴就有 1.5 万新币。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呢？而申请补贴也非常简单，企业只需要准备雇佣合同、年龄证明和薪资记录，通过新加坡人力部官方网站提交，审核周期是15个工作日左右。补贴会按月发放到企业账户。对年长者来说，这不仅是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回社会归属感和价值。那么这项政策的影响，你觉得是积极的吗？它是否能真正缓解年长就业难的问题？在评论区和阿玲聊聊吧。最后我们快速看一下2025年新加坡政策包的其他亮点。本次政策包共有20项新举措，覆盖治安、就业、住房和民生服务几个领域，预计影响到超过 80% 的新加坡居民和企业。比如低收入家庭的水电补贴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 10%， 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社区医疗站新增夜间门诊服务，方便老人和上班族解决晚间看病难题。还有住房政策的更新，比如租房补贴优化，帮助更多家庭住得更安心、更舒适。这些政策对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说不定哪一项就会对你带来实际的影响。那么你最希望深入了解哪个政策呢？欢迎告诉我，我们之后会重点讲解。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从反诈骗的严刑惩治，到年长就业的升级支持，再到各种生活福利的改善，2025年新加坡的政策确实在全力推动民生保障。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帮助，记得帮阿玲点个赞、订阅频道，还有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留言告诉阿玲你的看法，我们下期见。